听过洪处讲的这番话，可若元清兄心中尚有家国之念，那今夜势必要偃旗息鼓了。九郎何以如此笃定？李元清不在乎个人富贵。元清兄看重的是个人富贵啊，那更好办。我吴越台州刺史之职，已缺至半年之久。我愿亲书表彰，奏与当今大王，保荐元清兄为台州刺史，知本州事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！昔年周中顽童，如今已成国家柱石之臣，吴越前世，国祚不绝。元清兄有决断了？元清亦想要个人富贵，可奈何胸中仍存家国之念。东周，应时正啊，城外、境外东戎那边还没有动静。下去了。臣胡进思觐见大王。老令公，老令公，估错了，让老令公受委屈了。大王，臣90岁了，什么事都没见过，些许琢磨，算不得什么委屈。臣唯愿大王能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济两代先王之志。臣即可便是死了，也能安心追随两代大王于地下了。老令公是我吴越的大司马，暂白不明，剑履上殿，孤还指望着令公为国，青天保家，开疆拓土呢。
跪了一宿。秦郎君，办了一宿的大事儿，还未曾议你的罪。按理说，贪渎成性，阴劫贼人，图谋不轨，伙分内库，致使先王薨逝，就这几项罪名，一个寡字，那是逃脱不掉的。求秦郎君救命！我为何要救你的命？我又如何救得了你的命？小人自知罪无可换，甘愿戴罪立功，只求郎君为小人说几句话。小人在此立誓，此生此世，甘愿为郎君驾前走马执权。郎君有所吩咐，小人纵肝脑涂地，亦不敢辞。教命以下：程昭月私藏甲胄，因续死事，勾结敌国，图谋大逆。以下有司，明正典刑，夷三族。教命以下御史台，从亲卫都调100人，护从御史前往山岳社，将程昭月拘拿归案。我不需要你肝脑涂地，将差事办得仔细些，莫叫人挑出错处来。小人叩谢秦郎君活命之恩。山岳社，这。取水灭火！吁！坐下，火势太大了，不能抬上身体。听见了吗？一群鼠辈，待到秋来，9月8，我花开后，百花盛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
殿，锁烟霞。欲去无城，作帝家。欲兮不远，归日角。尽凡应事，到天涯。于今腐草无萤火，钟鼓垂杨有木鸦。地下若逢陈后主，其一重问后庭花。这是程昭月的仪表。孤在问，这可是那贼子的仪表？大王明鉴，这是李商隐的诗。程昭月粗鄙不闻，不过是附庸风雅、垂死狂吠而已。大王不必挂怀。其一重问后庭花。这贼子是在骂姑，他是在骂姑，是陈叔宝，在骂姑，是杨广。待到秋来9月8，火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西风满院来，蕊寒香冷蝶。先生，青哥，方才一哥和一哥送的是谁的诗啊？是不知道，还是不能说？回先生的话，亲亲相饮是不能说。上前来。亲亲相饮，乃圣人伦常大义。你这亲亲相饮，用错了地方。大郎来了啊！除我以外，小乙哥还邀了旁人吗？没有。找我何事啊？衙内带枢密掌管府中内务，此人最重规矩，不该小人知道的，小人不敢问的。小乙哥，小乙哥，哎，小乙哥，找我何事啊？啊，算了，先不着急说事。哎呀，把几日前咱们饮剩下来的那半瓮老酒，你差人取来，我先解解渴。哎呀，我说从哪钻出来个大呼小叫的屠户？你当副帅的枢密府什么地方？啊，翻楼的酒肆吗？哎呀，我哪有那胆子？我是看枢密不在，想讨口好酒，舒活筋骨。你如何知道副帅不在府中啊？我刚自晋中来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儿。官家与几位相公已经议了2个时辰了。那议的应该就是一件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九郎自杭州写来了信。他还知道来信啊？我还以为他在江南温润之地待久了，把你这位大哥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先生，这诗是我要送的，
亲哥并不曾送，姨哥却是跟着我送的。先生要罚，只管罚我，姨哥的戒尺我也一并替他受了。你们送的是谁的诗啊？黄巢。黄巢是何人？反贼。一哥儿，回去坐吧。黄巢是反贼吗？是，也不是。唐末之际，藩镇四起，党争不断，淹患用事。举国上下无一人用心于治道，税捐严纳100年，苛政荼毒天下，人活不下去了，才会揭竿而起。你饿了要吃东西，这不是罪；你想法活下去，这也不是罪。黄王御军入长安，安民书所及之处，京畿百姓迎粮引从，单食胡浆以迎之。兵败关中之前，这黄王之军实在称不上一个贼字。造反了，如何不是贼？何为贼？残民以惩，是为贼；荼毒百姓，是为贼；苛政虐下，是为贼；盗掠人才，是为贼。商汤伐夏桀，文武除纣辛，都是造反，却不能称为贼。《周易》有云：“谓之革命。”什么叫革命？治世用法，治军以律，诛除苛暴，定乱安民，便是革命。《周易》上说：“汤武革命，顺乎于天，应乎于人。”不过文博先生刚刚新著的这一出，番楼市上的那些打卦仙儿们，估计又得重新编词了。大兄，给二爷请安。既是开了蒙，就要跟着先生多学些道理，别成天跟着你三叔瞎胡闹。是，谢阿爹教诲。大兄，是弟弟的错，大兄不要责罚姨哥。哎呦，呵呵，还真是一个小男子汉呐！啊！钱家今年要减购。九郎在信中说的隐晦，其实就这么个意思。先是和南唐在福州大战了一场，兵马一动，事事都是钱粮。再加上夏秋两季，5、6个州连降暴雨，10几个县都闹了水灾。光赈济这一下，5月的府库怕是便要掏空了。而且，前王有意捐免今年全境的赋税，这么一来，发往朝廷的常例年贡便捉襟见肘了。或许钱家九郎只是把话说得重了些。钱家老九，那可是敢在崇元殿上对张彦泽亮刀子的人。我不信，这样的人会为了少供些钱货，便对朝廷扯谎。如此，事情怕是有些不好办了。确实不好办。不然我找你干什么？昨日副帅还说，年后3军的犒赏还有好大个口子，而且三司杜支那边也已经把这20万算进去了。吴相公，九郎军连夜调兵，未能及时恩赏，全仗着一顿板子立威，才压住了金星。如今祸乱已平，镇国镇武各都上下皆是有功之臣，事前不赏，犹自情有可原；这事后不赏，这是要激起大乱子的。宣城侯，程昭月谋逆，一夜之间，山岳社在国中60多家分号铺子，
有42家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其余20多家，只剩下一片片空房子、空院子，财货、银券、钱币、粮米却是半分皆无。朝廷兴大兵，大王如今连给汴梁朝廷的年贡都凑不出来。以前的贡事是由程昭岳的山岳社预先支应，再与户部和宫中报销。如今程昭岳已死，山岳社变成了个空壳子。这8万两匹银券，你只管与程昭岳去要，老夫这里是分文没有。胡令公，你是大司马，军中诸将为你所尊，郑国郑我，各都不过是随着九郎在罗城外绕了个圈子，刀为沾血，剑为离弦，如此的功劳，当得起一个人10民大钱的赏赐吗？七郎君，军中的那些娃娃们都是讲理的。张云这小子年轻，说的不对，有赏无赏，不是看是先是后，无功便不当赏，有功便不当不赏。九郎君，是。那一夜你是带兵的主帅，可否请郎君跟大王和当殿文武说说，平息程昭岳之乱？你麾下的那些儿郎，是有功还是无功？是该赏还是不该赏？回胡令公的话，我是鱼畅子，不会带兵，只会胡闹。小兰，我得对胡令公无礼。回禀大王，臣弟顽劣，没有大司马的本事，在军中是打过许多人的板子，却从未发过赏钱。混账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孤的朝堂，不是博弈无礼的酒肆渔场。大司马在和诸位相公商议国事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叫你去东南行营，那是为了让你跟诸位太尉将军学些安身立命的本事，不是叫你去胡闹的。军中最重的便是赏罚，赏罚不明，那是要败坏国事的。你自少顽劣，人家叫你是鱼帐子，那是什么好名声吗？孤原以为这么多年你长进了，能为国家做些事了，如今这么看来，是孤痴心妄想。罢了，孤每日有少正事要做，没心思与你置气。拔去你那衙右通军事之职，交还兵符。启郎，收了他的兵符。王兄，连你也要抗命！好，好，你有骨气，你硬气，收了他的兵符。程昱大司马，
老姑，还有大司马和诸位太尉将军，你既不会带兵，故也不难为你。滚去台州，坐上一任之州，好好体味一番什么叫做世道艰难。臣弟谨奉王教。明日一早便启程出发，沿途不许耽搁，更不许生事滋扰地方。若再让孤知道你敢胡闹，断不轻饶。不必等明日，臣弟现在就回家收拾行囊，连夜动身，不在杭州，挨六哥眼。混账！扶不上墙的烂泥！令国，哎呀，令国，这赏赐，末将和弟兄们委实是不敢要了。九郎君乃大王的爱弟，却因此事贬至台州。纵然此时大王盛怒之下，不及细思啊！日后回想起来，心中难免对末将和兄弟们心存怨恨。那不成了祸事了吗？那夜平叛，九郎入营，真是一个人去的？一个人啊，营中夜禁，不能开门。九郎君是坐着竹篮子上的寨楼，我亲自看见的。连一个随侍也没有？没有。身上带了兵刃器械吗？也没有，他的身上只带了大王的教命帛书和调兵的兵符。令公，这有何不妥？无妨，一个小孩子罢了。该领的赏还是要领，立了功便要受赏，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。便是中原天子，也不能乱了这个道理。只是国家事多，国库空虚，便少要一些。8万两匹确实多了些。砍掉一半，每个族士也能落袋5、6千钱，也算体面，就不叫大王为难了。令公英明。令公，其实此事上，末将等虽名为有功，只不过是辛苦了一夜，并未经得厮杀，也未曾有斩首。别说是5、6千钱了，哪怕是7、8百钱，那弟兄们都不敢嫌少啊。这是规矩，你不懂。武城那个相公也不懂。大王却不会不懂。